就在昨天，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宏观量子隧穿，一个听起来像把电子的魔法放大成现实世界现象的发现。获奖的3位科学家分别来自英法美3国，克拉克、德维雷和马丁内斯。他们证明了一件曾被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量子隧穿不仅能发生在单个粒子身上，也能出现在成群结队的电子中。科学爱好者们应该对量子隧穿都不陌生。量子隧穿本身早在1920年代就被提出了，物理学家们也早就知道它存在。就像一个2次元人准备去爬喜马拉雅山，爬到山腰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突然像从山体中打了个洞似的，穿越到了尼泊尔的一面山坡。这就是普通的量子隧穿，说白了就是粒子穿墙术。在经典物理里，如果一个电子没有足够能量，它就该乖乖被困在障碍前。但在量子世界里，电子就像一个顽皮的幽灵，它可能直接穿过去。隧穿显微镜就是靠这个原理，用电子偷看物质表面的原子细节。可这只是微观层面的事儿，而此次获奖的实验研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拉克、德维雷和马丁内斯构建了一个尺寸极小但未达到量子尺寸的电路。他们在电路中接入2个超导体，并将其冷却到接近绝对0度的极低温度。此时超导体的电阻为0。随后他们用一层极薄的毛料将2个超导体隔开。在普通电路中，这种间隔会导致电路断路，但借助量子隧穿效应，部分电子竟能出现在间隔的另一侧，也就是从一个超导体隧穿到另一个超导体。3位科学家让这种穿墙术从单个电子扩大到宏观电流，几百万个电子在超导线中协同行动，居然能集体一起隧穿。要做到这点，实验要在接近绝对0度的低温下进行，让电子们进入超导态，像一支整齐划一的量子合唱团。1985年，他们的经典论文首次证明这种宏观量子隧穿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让物理学家重新认识量子事件，也为现代关键计算机打下了地基。因为当一个电流可以同时通过又不通过障碍，它就能代表量子比特，也就是量子计算的基本单位 qubit。为什么呢？因为这就形成了量子魔法的圣迭态。如今 Google、IBM、亚马逊等巨头的量子计算机，虽然技术上已将当年的实验不太一样，但血统一脉相承。可以说，没有那场在冰冷实验室里发生的电流穿墙，也就没有今天的量子芯片时代。约翰福尔科金斯郡约大学物理学家格里格里·齐洛斯说，未来5到10年，量子计算机的算力或足以去改变社会发展轨迹。此次诺奖得主为多项技术奠定了基础，如今许多公司正投入上百万元试图研发大规模量子计算机。这类计算机在解决特定类型问题时，速度将远超传统计算机。这项诺奖成果还为超高灵敏性电磁场与磁场测量方法的研发做出了贡献。这类测量技术正是基于上述超导体原理。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新技术，更在于观念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量子力学还被许多人当作哲学辩论的话题，猫是死还是活，粒子在哪儿，都是理论家茶余饭后的迷思。但如今它成了可以焊上电路板的现实科技。人们还在争论量子力学的本质，但这次他们是在无尘实验室里一边调超导线一边吵。这届诺奖不仅是对3位科学家的致敬，更是对量子时代的庆祝。从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到冰冷却壮烈的实验奇迹，量子隧穿让我们看到宇宙的规则比想象中还要灵活。我是于哥，谢谢点赞、评论、订阅，我们下期见。